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4月25号星期五清晨5点25，天亮的越来越早了，已经出门了。今天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从周末的超马过来之后，调整了训练周期，按照周3是第1个，周3我们的强度课是第1个，周4、周5，然后明天第4个，然后下一天休息。今天准备跑一个4个6分钟。为什么这个呢？因为我长期关注的一位英国的跑步自媒体 Ben is Running 发了节目，他在这周末伦敦马拉松之前的最后一堂课，就是4个6分钟的马拉松配速，是个低负荷，就负荷不高，因为只有4个6分钟，然后马配在日常训练中也不算快，但是在晨跑中不算慢。我今天给自己定的是3分38到3分45的配速。先是一个自由模式的热身，到了大本城找好了地方就摁记圈键开始，然后中间休息是1分钟，这1分钟就慢跑就行。然后还有一个冷身也是没有目标没有时间，都是自由模式，然后摁记圈键来结束，都配在了手表上，就像图中的这种一样。就这种训练我觉得大家自己就操作手机同步到手表上，提醒你就挺不错的。行，那咱们就大本城出发。差不多热身结束，我们转过这个喷水池，就开始第1个6分钟。今天这种训练就是轻微刺激一下，因为身体还在疲劳中，主要的任务是不要受伤。为什么要安排这种训练或者速度训练这个事儿，今天穿插跟大家聊。行，准备，正好19分钟，走。热身了19分钟，3公里多。早，今天的目标是，可以跑慢，不能跑快。第一组还是要慢慢加上来。有时候训练的时候就想，比方我现在的体感，因为是刚开始加速。虽然你看我说话轻松，但是我会想，就这个速度我是怎么一口气跑42公里的？真的会这么想。我跑了11年了，我也会这么想。哎，超速了。今天穿的是一双最早的惊叹3，已经差不多1600公里了，又慢了。努力稳住吧。3分44第1公里，可以。可以，中间间隔1分钟。刚才恍惚了一下，我不知道是到了的报时还是1公里的，后来才反应过来，不可能6分钟跑2公里，1分钟就很轻松慢跑。我看那个Ben is Running这1分钟就休息了。高时的手表的快慢提醒是，如果你慢了是滴滴，如果你快了是滴滴滴。但是这种就是你调瞬时配速的时候，肯定是会有比较大的上下波动。还有10秒就下一组了，好快呀！不是10秒，5秒。下一组。那加油练吧，加油！第2个6分钟结束，平均3分41到3分42之间，1分钟太短了。紧接下一个，千万不跑快就好。第3个6分钟，平均配速3分41，控制得很不错。一会儿这儿掉头跑到喷水池，绕那个喷水池，再回来几百米就到了最后一个。这2个都没有跑180度的折返，挺不错的。因为这条路正好1.5公里，1.5公里6分钟就差一点。抓紧下一组，加油！还有7秒。
4、1，走，最后一个稳住。是吧？快了，刚才我还说错了，不是滴滴滴，是滴滴滴滴滴滴。要慢一点，要慢一点。刚才碰到一位观众，一会儿能见到。世博会期间来玩的就多一些了，虽然樱花季过去了，我还是快。这样可以稳定住，稳定住。就不要说我第一组说的那样，就现在，就是刚才你让我第一组的时候想，我现在可以这样跑，我也觉得我不觉得怎么可能，都是这样，很正常。所以马拉松比赛热身很重要，尤其是半马，全马其实还好。3分42现在可以。哎呦，哎呦，斯班德！就现在这样跑，你跟我说准备好的马拉松比赛，全程这个速度，我就能接受了。第一组的时候真的接受不了。像疲劳中的强度课过这种弯的时候，一定要小心内侧脚的内脚踝，一定不要受伤，这很容易受伤的。最后1分钟可以稍微加一加了。当然也要看状态判断，就是如果你现在已经觉得不能掌控你的怎么说呢步伐了，那就不要加了。3、2、1，到了。3分37，就是这不是6分钟吗？第一个1公里之后，剩下这一段的平均配速是3分37，所以最后一个6分钟的前1公里是3分38，之后是3分37，还可以。说明今天的身体状态差不多就到这儿了，而且最后我没敢使劲，因为稍微加了一点以后就感觉出就不太能掌控了。刚刚和频道2位偶遇的观众分开，然后我慢跑一下去烘焙店，今天家属来了，我们要在这儿吃早饭拍点东西，所以今天节目跟大家见面要晚一些了，抱歉。今天跑这个课我就突然在想，突然想了一件事儿，回忆起一件事儿，因为下周2我要去参加一个场地的5000米的比赛。这边这种比赛呢，虽然说规模不大，但是规则不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它要按世界田联那个规则来考察，就检测你的装备，就你不能穿普通的厚底鞋，好像是20毫米还是22毫米以下的。
后来呢，我就想说弄个钉鞋，这之前跟大家分享过。我知道我的速度能力是发挥不出钉鞋的，但是我想既然弄就试试，所以在去无锡之前，去了梅田的一家体育用品店，因为大学先生介绍说这家店有一位马拉松能跑到2小时10的肯尼亚兄弟在那打工做导购，我就去了，特别荣幸见到他。然后他跟我说，问我你马拉松成绩是多少？我说2小时38。他说你要干什么？我说买钉鞋，要怎么样，要跑5000米。我还跟他说，我说我看见过他，而且还拍到他。神户马拉松的节目里，我快到半程的时候，第一集团折返回来，然后第一集团那几位过去以后，大概再有不到100米，就他一个人，一位非洲运动员过来。当时看他很艰难，我还给他加了油。后来他退赛了，退赛的原因是，其实对他来说，如果跑不到他的目标成绩，他就觉得没有意义，消耗太大。那场确实天气条件太差，太热了。然后聊了2句，然后他其实人家这种水平的运动员跟你说话，没有那么多各种的怎么着你要怎么样，他就跟我说了一个特简单道理，几句话，他就说，你去努力的跑5000米，5000米跑得更快，你的马拉松就会更快，就这2句。然后我说那这个鞋怎么能适应？他说你就赛前几天穿着它跑一次就适应了，就没有那么多花哨的东西，就特别朴素。然后他说完这些话以后，我觉得他说的对，就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或者说不能说完全是就不是初跑者，就是普通爱好者，跑到一定成绩以后，确实是速度是提升马拉松成绩很关键的一环，而且是可能是唯一的一环了。因为就对我们来说，耐力其实已经不是问题，而是速度耐力是问题。就像我那天跟大家分享跑70公里也一样，因为跑70公里多慢，跑完也累。或者像昨天我跟大家说，我训练也挺累的，你看5分配的配速跑21公里，我也挺累的。所以并不是说这一场马拉松我跑得很慢就能很不累，它也累，只不过没有那么极限而已。就像去年跑奈良、跑台北，但是你看今年跑琵琶湖有点热，再加上有伤，虽然也跑得很慢，但是就很累。所以有时候速度是制约成绩的一个很关键的东西。就像很多人说极化训练也是一个道理，就到这个成绩以后，你慢的那一级的训练是为了让你的有氧更强，然后你在一个速度下你身体的压力就更小。然后另一级就是顶头那一级，那一级我觉得更重要，虽然它的占比不大，但是要顶完以后，你的身体在一定的压力下，你感觉到的压力就会更小。就等于说你本来是一个500瓦的电源，你换了一个800瓦的，就这么回事儿。今天这种就是我要找一找我的速度信心，因为跑完一个70公里之后，身体是比较累的。就像我跟大家分享，周3我们的强度课，到最后田中先生加速我怎么都加不起来了。有时候就是这种比赛之后1-2天内你会觉得特有信心，过了1-2天之后呢，你就突然觉得这身体状态好差呀，我还能跑快吗？就像一开始说的似的，人有时候很奇妙，你有了很多年的经验经历，依旧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你看今天跑了4个6分钟马配，最后一个6分钟还冲了冲，我就感觉还行。而且这也是我挑战自己的一个方式，就是你看以前刚开始跑马拉松比赛的时候，跑一场比赛休息1周，后来呢慢慢的休息5天4天3天2天。现在有时候挑战自己就是什么，就是比方在一个强度之后，比方今年这一个周期这1年吧，我有的时候周3跟着大家练完，
周四我再跑一个强度，跑一个30个1分钟快慢。这种只要你小心不要受伤，定下来，你的信心会大增的。这就是我的经验，不是让大家去那么的都那么激进，就一定是不要冒进就好了。就寻找自己一个边界的上限，是对自己的心态有巨大帮助的一件事儿。到乌梅子，我马上1个半马，那就结束去吃饭。4月25号星期五，我们已经吃完早饭出来了。今天总距离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，可以哈。今天距离比赛结束才第5天，是我的第3个训练日，而且今天跑了个小强度，4个6分钟，中间间隔1分钟慢跑，平均配速4分39，最快3分37。我们直接看看单圈数据吧。热身了3.68公里，第一个6分钟跑了1.61公里，平均配速3分43。第二个6分钟1.63公里，3分41；第三个6分钟还是1.63公里，还是3分41；最后一个6分钟1.66公里，3分37。所以你看，其实3分37、3分41差了4秒，但是其实体感差还是挺多的。我最后冲的时候挺累的。其实这种训练主要就是别受伤，然后主要给自己心里打打气，略微激进，不要冒进就好了。那行吧。抓紧回家去剪辑，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